结婚前夕，未婚妻突然迷晕我，将我送去整容医院，甚至请来催眠师封锁我的记忆，只为让我完全成为他白月光的替身。他夺我家产，害我母亲，享受折磨我的快感。我却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，挽着他死对头的手缓缓出现，打破他所有希望。本以为我复仇成功，可偶然间我发现他们两个是一伙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前1个周是未婚妻26岁生日，只因她一句想我便放下手上的一切工作，从国外赶回来为她庆祝。关上灯，点上蜡烛，我温柔地看向她，宝贝，许愿吧，我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陈佳宇的眼眶微微泛红，似是十分感动。他颤抖着声音问：真的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下一瞬却听见他说：我的愿望是想和初恋再做最后一次情侣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他不是早就去世了吗？场面一度寂静，没有任何回复。陈佳宇不知何时走到我的面前，手里的毛巾猛地捂住我的口鼻，我甚至来不及挣扎就失去意识了。昏昏沉沉间，我听见陈佳宇说，他要用一场盛世婚礼为他和初恋爱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等到我再次醒来，脸上围着厚厚的纱布，陈佳宇和一个女人站在病床旁，不停讨论着催眠的成功率。陈女士，催眠需要几个疗程才能完全成功？您要求4天内完成，可能会对这位先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您确定要继续吗？当然确定。如果没能催眠成功，他还不如死了好。我只想要我的爱人回来。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让我感到难受。如果不是因为他长得跟我爱人有6分相似，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陈佳宇激动的声音犹如一把刀，狠狠捅进我的心脏。原来我只是个代替品啊！这些年的甜蜜竟然是一场笑话。我紧紧捏着拳头，死死盯着爱了3年的女人。这些年，她要什么，我给什么，陪伴和物质我都给了。我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，想不到只换来他的狼心狗肺。他不但想将我整容成他初恋的模样，而且还想催眠我，强硬地输入他和初恋间的回忆。姚佑泽，说实话，你真的算一条合格的舔狗，天天围着我转。如果不是，我或许会考虑你。可惜了，你就安心的沉睡吧。你的财产我会为你好好打理。你妈那个老太婆，我会让她不受病痛折磨，早点去死。陈佳宇轻抚我的脸颊，语气那么温柔，说出的话却那么残忍。妈妈知道她原生家庭不好，却爱少安全感，便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疼爱不已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立马给她。这样的好却不能打动她1分1毫，还想将妈妈置于死地。我垂在腿侧的手不自觉收紧，怒气在身体里不停翻涌，恨不得此刻翻身起来质问他是否还有心。可想到整容手术室里那个医生对我说的话，我还是忍住了。虽然我没想通他为什么会帮助我，可他提起陈佳宇眼里的恨，却让我无比确信他会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。女人将陈佳宇的一切计划都告诉我，还说催眠医生是他的人，让我不必担忧会出事。我只需要伪装好自己，让陈佳宇相信我已经被催眠了。那个女人说得对，想要报复陈佳宇，就要在最后时刻给他沉重一击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最期待的婚礼毁于一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配合着陈佳宇，假装自己被催眠成功，
催眠师宣布催眠成功的那一刻，陈佳宇立马扑进我的怀里，深情地望着我。我忍住心里的厌恶，轻声开口：“阿宇，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不高兴吗？”一听见这话，他的泪珠不停往下掉。阿宇这个称呼是他和初恋之间的专属称呼。是啊，不能哭，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。真想现在就拆掉你的纱布，可惜医生说了要明天。我已经好久好久没见到过你了。眼看他情绪低落，我立刻哄了起来。他一离开，我快步进了浴室，将自己浑身上下洗了4、5次。他的触碰让我感觉恶心。婚礼当天，我坐在镜子面前，一点一点拆掉自己脸上的纱布，上面没有一点痕迹，依旧是我本来的脸。复仇开始，我避开所有工作人员，站在楼上死角的位置，等着及时一点一点过去。看着陈佳宇脸上的慌张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。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缓缓下楼。整容医生手里抱着一张黑白照，在大门口等我。看见我，他轻轻笑了笑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：“我是陈佳宇初恋的妹妹谢薇安。”我眉头轻挑，不在意地摇摇头，随后示意他挽住我的手臂。我一把推开大门，顶着无数人诧异的目光和陈佳宇惊恐的眼神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身旁的女人高声喊着：“今天是我哥谢怀安和陈佳宇的婚礼，欢迎大家来捧场。”他高举黑白相片，任谁都看得出来，他口中的男人已经去世了。陈佳宇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，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失败后，他提起婚纱，跑到我的面前，双眼含泪，楚楚可怜地望着我。泽佑，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……我不耐烦地推开他，冷声打断他：“解释什么？解释你迷晕我，把我送去整容医院，让人把我整容成你初恋的模样，还是解释你请催眠医生给我塞你和你初恋的回忆？”台下一片哗然，宾客们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。陈佳宇跌倒在地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噙着泪看我，朝我伸出手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他居然还妄想我会去扶他起来，真当我是舔狗了。我心生厌烦，眼神掠过他，看向不远处的陈家父母。这场婚礼取消，这些费用我全部承担，你们把彩礼退回来就成。一听我承担结婚场地这些费用，两人黑沉的脸才稍微有些好转，可立马就更加阴沉。陈母大步走过来，高举手臂：“今天我就以岳母的身份教训教训你，你睡了我女儿就想跑路是吧？场地费用才值几个钱，想拿这个敷衍我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今天这婚你不想结也得给我结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，找媒体曝光你，让你被网暴。”眼看他的巴掌就要扇过来，我淡淡道：“你打了就别怪我，立马报警。”一阵风从我脸颊掠过，陈母气得涨红了脸，又拿我无可奈何。他又立马跑到谢维安面前，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遗照，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了几脚。“你就因为这个男人对佳宇发脾气，甚至连婚都不结了？这个男人当初不但骚扰佳宇，还威胁佳宇必须跟他在一起，不然就对我们家不客气。这样的人，佳宇怎么可能念念不忘？你刚刚说的那些事肯定是有误会，你为什么不听他解释？”陈母撒完气就开始撒泼，他拉着陈佳宇坐在地上，拉着我的裤腿，对台下宾客哭着诉苦：“哎呦喂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大家可不知道，就我女婿身边那个女的是个狐狸精啊！从前他哥哥和佳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敢来勾引我家那口子，现在还勾引我女婿，给我可怜的姑娘泼脏水呀！
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三言两语就说成是我的错，不少亲戚都让我先理清事情再做决定，不然白白错失一个好媳妇。我冷哼一声，你们陈家就给我一个答复，退不退彩礼？不退。陈父回答的那叫一个铿锵有力，不过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所以我还为陈家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哎呦，佳宇他妈，你们火了！不知道是谁在直播，你们刚刚发生的事全部都被播出去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在骂你们呢。宾客席有人高举手机，扯着喉咙大喊，紧接着所有人都低头打开手机。天哪！你们快看网友的评论，陈佳宇的初恋居然是个警察，还是为了救陈家一家才去世的。还有人说自己是两人的同学，爆料当初是陈佳宇主动追的他初恋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安静，任谁都想到刚才陈母说的话。陈佳宇一句也没有反驳。我身旁的谢维安动了，他捡起一照，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扇了陈佳宇和陈母一巴掌。等他走到陈父面前时，我迅速扯住陈父的双手，防止他还手。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故意伤害！陈母捂住脸，躺在地上哀嚎。陈佳宇则怯怯地望着我，泽佑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相信我吗？不等我回答，谢维安冷笑一声，别考虑这些有的没的了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还是想想怎么办吧。造谣去世的警察及其家属可是犯法的。了解到事情比较复杂后，警察直接将我们带去局里处理。虽然谢维安打了人，但警察考虑到他是事出有因，便只是进行了批评。而陈母因为造谣去世的警察及其家人被拘留5天，并罚500元，同时让陈家将我的彩礼还了回来。离开警局时，陈佳宇拉着我的衣袖，哭哭啼啼的想跟我走，却被陈父扯着头发往回拉去，真的一点都不心疼。谢维安问我，平静地说，为了他，不值得。本以为从此之后我和陈家人就再也不会有联系，哪知道几天过后，一家人就闹上我家。听着敲门声，我无动于衷地躺在沙发上，吹着空调，吃着西瓜。外面这么热，他们爱顶着大太阳闹就继续闹吧。直到我听到他们辱骂我妈的话，我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唯独听不得别人骂我妈一句。这20多年，我们相依为命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。如果不是妈妈，我早就支撑不下去了。妈妈是我的底线。我从沙发上翻身起来，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，凶神恶煞地开了门。陈父张开嘴，还准备骂，看到我手里的菜刀后，自动闭了嘴。阿泽呀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说，没必要动刀子。再说了，我们这次来也是因为你做得太过了。你和佳宇好歹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毁了婚事不说，居然还断了我们的发财路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陈母搓着双手，一脸谄媚。我倚着门，漫不经心把玩着手里的菜刀。发财路？不好意思，我婚礼现场直播是为了让大家认识你们一家的真面目，让所有人唾骂你们，可不是为了让你们这群吸血鬼蹭上这波机会变成网络红人。没错，陈母口中的发财路，就是想趁如今网上对他们一家的关注开直播带货，走黑红路线，蹭上这波流量。可惜我早有预料，提前做了些手段，让他们一家在网上翻不起波浪。几道怨恨的目光立马落在我身上，如果不是我手里这把菜刀，恐怕几人早就扑上前了。大概是察觉我的态度很坚决，陈佳宇不顾危险，猛地扑进我怀里。阿泽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你误会了，这一切都是谢维安设计的呀。
是他提建议给你整容催眠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捏住他的下巴。陈佳宇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？早点死了这条心吧。说完，我推开他，准备离开。毕竟跟一群没良心的人没什么好谈的。突然，陈父扯住陈佳宇的头发，狠狠踢向他的膝盖，让他不得不在我面前跪了下来。姚泽佑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路子发财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弄死他。陈佳宇珠泪滚滚，忽的声嘶力竭，气息低哑，双眼红肿，凄凄惨惨道：阿泽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你要是不救我，我真的会死。我轻轻合上双眼，恍若未闻。我知道陈父有家暴倾向，从前如果不是我多次阻挠，陈佳宇恐怕早就出事了。但现在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刚准备转身离开，陈佳宇西行几步，死死拉住我的裤脚。他用尽全身力气将手机递到我的面前，我随意扫过一眼，脚上却像灌了铅，一步也不能往前走。史密斯医生昨天去世了，现在只有我可以继续为你母亲治疗。姚佑泽，你敢不帮我吗？陈佳宇擦干泪水，收起那副可怜兮兮的表情，眼里尽是狠意。我很想大声告诉他，我敢，我甚至敢眼睁睁看着他被陈父虐待，可我不敢说。母亲的病很特殊，至今为止，我只找到史密斯先生和陈佳宇能为他医治。这几年都是陈佳宇在负责。前几天我与史密斯先生沟通好，从今以后由他来负责母亲的病后，我才敢和陈佳宇一家撕破脸。可现在我还有一个选择，史密斯先生的徒弟，可那位徒弟从没出现过，史密斯先生也从没透露过消息。我找到人的概率几乎不存在，胸腔里仿佛有烈火在灼烧着我。我紧握着拳头，指关节泛白，努力压抑着内心的不甘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才勉强扯出一抹微笑，缓缓转身。陈佳宇眼里闪着势在必得，他跪坐在地上，朝我伸出手。我忍着心里的厌恶伸出手，眼看就要触碰到他时，一只修长洁白的手突然握住我的手腕。谢维安不知何时出现的，他正好挡在我和陈佳宇中间，商量看病呢。姚先生不如考虑考虑我，说不定我也能为令母的病出一份力。见到谢维安的那一刻，陈佳宇眼里满是恨意。又是你，你为什么要一次次破坏我的幸福？这一次你以为还能如你所愿吗？阿泽母亲的病可不是你能治的。他话音刚落，谢维安便懒洋洋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和几张证书。史密斯先生的徒弟也不能治吗？他一一展示着他手里的东西，有史密斯和他的合照，史密斯亲手为他颁奖的照片，还有他的医师证书等等。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，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谢维安肯定地点头，悬着的心在此刻终于落地。我将谢维安护在身后，一把推开陈佳宇，带着你爸妈滚吧，以后别再烦我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陈佳宇脸色迅速变得苍白，摇摇晃晃站起身，试图抢走谢维安手上的东西。怎么会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阿泽，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和你有7年的感情啊，7年啊！我一脸防备，死死护住谢维安，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。或许是这样的态度刺激到陈佳宇，他流着泪大笑。你以为你身后那个女人是好人？他拿出手机，放出一段录音，谢维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里。我听着录音里，他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圈套。5、6分钟的录音一完，我紧握拳头，神色不明。谢维安一言不发，根本没有解释的意思，
只有陈佳宇一人笑得出来。阿泽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，我等着你来找我的。说完这话，陈佳宇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。陈父陈母在原地骂了我几句，也跟着离开了，只剩下我和谢维安在原地沉默。我故作轻松：谢医生，你看你哪天方便，我们约一约检查时间。你没有问题想问我吗？谢维安打断我的话，我干脆利落地摇了摇头。不管真相是什么，这都不是我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。这一场闹剧让我认清陈佳宇的真面目：自私自利，不考虑他人，把母亲交给他，我一点都不放心。谢维安起码有值得信任的地方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信我。谢维安弯起嘴角，一脸认真。夕阳染红天边，风轻轻吹过他的发梢，他认真的模样映入我的眼底，让我下意识点点头。谢维安医术高明，短短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母亲的病情。阿泽，你告诉妈，你和佳宇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婚礼当天，你让你表弟拦住我不让我去，现在又突然换了医生，你们是不是病情刚好？母亲就逮着我不停地问。想到谢维安说的暂时不能刺激他，我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，只说我们出了点小问题，婚礼延期。可我没想到，就因为我的搪塞，反而把母亲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电话铃声响起时，我正和谢维安讨论病情，那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接听的那一刻，母亲的呜咽声传进我的耳朵，随之而来的是陈佳宇止不住的笑声。我呼吸一滞，猛地站起身，脑海一片空白。阿泽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阿姨在我这很好，跟我聊得特别开心呢。我动作停顿了半拍，颤声问：别伤害我妈妈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谢维安见状，立马准备报警，我却一把拦住他。因为陈佳宇忽然轻笑一声，语气讥讽：想要报警吗？阿泽，你的一切我都能看到哦，你要是报警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烂命一条，什么都不怕，阿姨的命可不是哦。阿泽，快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呢。陈佳宇电话一挂，我什么都顾不上，着急忙慌的就往外跑，一脚将油门踩到底。引擎的轰鸣声划破寂静，车速飙升，风驰电掣般穿梭在路上。目的地是海边，我到的时候，陈佳宇站在海里，母亲被他死死捆住在海水里，不停地挣扎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跌跌撞撞往前跑，就站在那里不准动。陈佳宇厉声说：好，我不动。佳宇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有话好好说，有什么我们都可以商量，不是吗？我语气轻柔，温柔地笑着对他说，脚下却时刻准备往前跑，怕他一时冲动就拉着母亲鱼死网破。阿泽，我其实很喜欢你，可惜我们这辈子没缘分，我不强迫你跟我重新在一起，你只要给我那死爸100万。想办法让他们别缠着我，再给我准备500万送我去国外就好。你把这些都做到了，我就放过阿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毫不犹豫答应，拿起手机就准备安排。等等，再加一个条件吧，你跪下给我磕头。闻言，我膝盖一屈，马上落地。尊严再重要，也没有亲人的生命重要。突然一股大力死死拽住我的手臂，我帮他跪。谢维安从我身后出现，眼神坚定，磕头还有人抢着磕呢。你跪也行，不过必须大喊我哥该死哦。陈佳宇嘴角微微翘起，眼里满是恶趣味。谢维安屈膝的动作瞬间僵在原地，我轻叹一声，将他一把拉到身后。何必呢？我的事我自己解决。你已经帮我够多了。他死死拉住我的手腕，一张小脸格外苍白。
他的眼里是我从没看见过的情绪，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，我会妥善解决。我还想再说些什么，陈佳宇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再磨叽一会，阿姨可就要多喝几口水了。”他一手拽住母亲的头发，另一只手重重按压着母亲的头顶，让她溺在水中。眼看情况紧急，我不欲再和谢维安纠缠，一边膝盖刚刚落地，就听见陈佳宇的尖叫：“死老太婆，你居然敢挣扎！看我不弄死你！”抬头的一瞬间，一道身影从我身边飞过，直扑海里。母亲身上的绳索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，她突然的挣扎让陈佳宇一时间无可奈何。谢维安飞快地跑过去，一把推开陈佳宇，抱着母亲就往上走。我立马跑上前，将两人拉了过来。庆幸的是，两人都没事。妈，你感觉……话音未落，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身上。我猛地回过头，陈佳宇正高举匕首，面目狰狞。我下意识推开母亲和谢维安，谢维安却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往前一扑，挡在我的面前。噗呲，匕首插入身体，源源不断的鲜血从他的背后流出，染红我们周围的海水。我要你们都去死！陈佳宇见一击不中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还准备继续。我红着眼，握住他挥来的匕首，一脚踢向他的腹部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他要是有事，你这辈子就别想离开监狱。”谢维安醒的时候，我刚包扎好手上的伤，看到他没事，我心头一喜，向前迈出几步，却又停下。他昏迷前说的话，犹如一盆冷水，浇灭我心头的喜悦。他说：“别报警。”我抿着嘴站在原地，与他的目光对视，沉默几秒。谢维安垂眼，强行绷着表情，轻声说：“没人知道是陈佳宇亲手害死我哥哥的。”我怔怔地望着他，此时的谢维安不复先前的自信张扬，他孤零零的身影显得格外脆弱。知道陈佳宇家里出火灾的时候，我也跑过去了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哥哥进去。我拿着哥哥送的望远镜，不停往里看，只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。可是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泪珠从他的眼角滑下，我上前弯腰，轻轻为他擦去。我看到哥哥把他从房间救出来后，被一旁的书柜压倒在地。明明他伸手加把劲就可以救出哥哥，可是他一点没犹豫，转身就跑了。出来后甚至没让人去救哥哥，等我冲进去让人去救哥哥时，已经迟了，他已经死了。谢维安断断续续说完这段让他伤心难过的过往，缩在我的怀里不停抽泣，滚烫的泪水落在我的手上，让我莫名难受。我当初就准备报警，可偶然得知她怀孕了。她本来准备打掉这个孩子的，但医生说打的话，以后怀孕的概率就很小，所以她生了下来。她把那个孩子生下来后就藏起来了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谢维安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从我怀里起来，直视着我。为了见到那个孩子，我设计让陈佳宇主动钻进我的圈套，再站出来打破他的所有希望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导自演，毕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走投无路时他会用孩子来威胁我。他轻飘飘坦白一切，然后闭上双眼，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，报不报警都听你的。看着他一副豁出去的模样，我不怒反笑。我又不是什么没人性没良心的人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救了我母亲，我怎么会恩将仇报？再说了，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知道陈佳宇真实的一面，冷漠无情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一切以自身利益为重。我将他一把搂进怀里，感受到怀里的人身体僵硬，我轻抚他的头，别怕，
我会帮你找回那个孩子的。他抬起头，双颊微红，红唇微起，还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就见他挣扎起来，从我怀里出去。啊，阿姨好！我僵硬地转过头，刚好对上母亲打趣的眼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医院家里两头跑，照顾2个病人。那天之后，我一见到谢维安就会心跳加速。本想解决所有事情后才直视这份感情，没想到母亲每天都在创造机会撮合我和他，让我不得不现在面对。维安啊，你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？你看看佑泽这小子能入你的眼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削苹果的手顿了顿，立马竖起耳朵，感受到谢维安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我下意识挺直背，坐得端端正正。佑泽很好，可是我并不，这是发好人卡了。我一听话头不对，就站起身，将苹果递到他的手上。我妈随口一说：“你别在意啊，快吃苹果。”眼看他还打算继续说，我立即转移了话题：“你好的差不多了，手术的事能不能提上行程？我怕有意外。母亲的身体又需要手术了，现在只有谢维安能做，过2天就行。陈佳宇那边你盯着点，以防他又来捣乱。”那次谈话后，我和谢维安商量过，暂时不报警了，但得找人跟在陈佳宇身边，一是为了找到孩子的下落，二是避免上次的事再发生。想到侦探发来的消息，我略微有些犹豫。现在已经有了孩子的一点消息，但还不确定真假。再三考虑下，暂时不告诉谢维安，要是白高兴一场就不好了。转眼就到了母亲手术的日子，我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紧张地送母亲进去，脸色苍白的好似要做手术的人是我一样。谢维安站在一旁憋笑，我幽怨地瞪他一眼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道急促的铃声就响起了。姚先生，我们找到那个孩子在哪了？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就到。挂断电话，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维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没有要求取消手术，让我带着他去，只是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眼里闪着光。你帮我把孩子带回来好不好？我相信你。我点点头，承诺道：“你放心。”找到侦探发给我的位置后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安。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了？几个月下来都找不到一点踪迹，恰好是谢维安手术的前一刻找到人了。可不管如何，哪怕前方是龙潭虎穴，我都得闯一闯。我小心翼翼走进前方有些破败的院子，而院子中间有个被捆住的小男孩。我打量了一下他的外貌，除了眼睛有些像谢维安，其余地方像是陈佳宇的翻版。妈妈，叔叔来了！小孩稚嫩的声音让我心头一紧。糟了，上当了！陈佳宇拿着把匕首缓缓走出，漫不经心横在小孩的颈间。阿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见到我不开心吗？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你是在担心这个孩子，还是担心远在医院的谢维安呢？果然是这样，陈佳宇用这个孩子引我来，是想对母亲和谢维安动手。我不再迟疑，转身就走。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割他一刀。陈佳宇在我身后不断怒吼：谢维安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你这么在乎他？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阿泽，我们有整整7年的感情，这7年你危难的时候，我一步也没离开过你。在你失意绝望的时候，是我陪着你；在阿姨危在旦夕时，是我力挽狂澜。这一点一滴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听着这些话，毫无动容。他所谓的为我付出不少，只不过是在我危难时来看看我，随口给了几句鼓励。真正需要一起面对的时候，他从来不在我身边。我都已经忘记我当初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接纳他的了。
仔细想想，这7年我像舔狗一样围在他身边，到底图什么呢？也许是见我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，陈佳宇几步追上来，从身后抱住我。阿泽，你再心疼心疼我好不好？给我足够的钱送我出国，让我摆脱这一滩烂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们。他语气诚恳，抱着我的手略微颤抖，仿佛我是他唯一的退路。我嗤笑一声，毫不犹豫掰开他的手指。凭什么给你一条退路呢？你以为你能打扰到我吗？陈佳宇，但凡你做出的事越过法律的边缘，我就把你送到监狱里。当然，你想快点进去吃安稳饭的话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在孩子身上多划几刀，我不介意帮他报警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陈佳宇，只想快点回去。阿泽，你现在回去已经迟了呢，你不愿意给我机会，也别怪我鱼死网破了。垂在身侧的手蓦然紧握，我咬紧牙关，直接向前跑了起来。我不信陈佳宇敢在法治社会闹出人命，但我不敢赌他们会不会受到其他伤害。回去的路突然变得漫长，仿佛永远到不了终点。赶到手术室时，里面已空无一人，提在胸口的那口气才缓缓放下去。身后传来的哭声再一次让我紧张起来，那是母亲的声音。她坐在椅子上，弯着腰，双手捂住脸，泪水顺着手指流下。我缓缓转身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扶起母亲的肩膀，哑着声问：“妈，发生什么了？”她扑进我的怀里，哽咽着说：“是妈不好，是妈害了维安。”护士说手术刚结束，大门一打开，就有几个男人冲了进来，他们不由分说就压住维安打。后来那些人准备对我动手时，维安扑到我的身上，帮我挡了几刀，现在正在手术。医生说不危及性命，可那几刀正好砍在他手上。谢维安醒来的第一件事是问他的手，母亲刚安慰他几句，我就直接打断了他迎上谢维安的目光。安安，医生说你的手以后可能拿不起手术刀了，也许直接说出来会让他伤心颓唐一段时间。可我知道，谢维安更不愿意活在渺茫的希望中，接受现实，适应现实，掌控现实，才是他的生活准则。谢维安扯了扯嘴角，我知道了，随即仰起头，眼里满是期待。孩子呢？你有没有把孩子带回来？我摇摇头，但我见到了他，也想到办法把他带回来了。原本谢维安哥哥死后，陈佳宇作为母亲拥有孩子的抚养权，不管谢维安一家怎么争都争不到。可惜一个企图伤害或者说已经伤害孩子的母亲是没有抚养权的。在确定谢维安可以下床后，我带他去了警察局，来的人还有陈佳宇，他神色如常，看不出一点破绽。哟，谢大医生的手看样子好不了了，真是可惜这一手医术啊，以后阿姨的病可怎么办呀？他摊开双手，摇头晃脑，神色十分自得。之前手术室蓄意伤人的事已经有了结果，那4个男人是调查好一切后团体作案，预谋已久。其中2个是谢维安哥哥亲手送进牢里的，最近才出来。对谢维安动手是为了报仇。另外2个则是谢维安从前的病人家属，因为手术失败一直怨恨在心。这件事情调查下来，跟陈佳宇沾不上一点关系。哪怕我已经提前跟谢维安说过，他既然设计了这场阴谋，肯定不会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的证据。可听到谢维安的叹息声时，我还是忍不住自责。我一定会找机会让陈佳宇付出代价的。陈佳宇听到这个结果时，立马笑出声，真是作恶太多。
因果报应啊！谢谢你们邀请我来看这一场热闹。他哈哈大笑，准备转身离开。我伸出一只手拦住他。谁说让你来是看热闹的？我话音刚落，那边警察便冷漠开口：陈女生，这2位有证据说你虐待孩子，要求变更抚养权。他说完就立刻拿出证据。我那天去找人时，早就在衣服上放了微型摄像机，陈佳宇的一切举动都被录下来了。看完这段视频，他脸色立马冷下了，着急想要开口辩解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虐待孩子证据摆在那，他不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再加上警察派人接到孩子后，直接送去了医院，检查结果也能证明陈佳宇虐待孩子，抚养权变更成功。为了避免陈佳宇回去拿孩子出气，经过警察的允许后，我们决定直接将人带回家。刚出警察局，陈佳宇立马就追了上来，他攥紧拳头，眼神闪烁着寒光，牙齿咬得咯吱作响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挥起手就要朝谢维安打过去。我一把捏住他，暗暗用力，疼得他面目扭曲，想要收回手却毫无办法。谢维安向前一步，高举手掌，重重地落在他的脸颊上。陈佳宇，你先别得意，从现在开始接受我们的报复吧，那就比比看。陈佳宇抽回手，咬牙切齿说道。孩子接回家后，维安抱着他大哭一场，因为他身上青青紫紫，几乎遍布伤痕。最开始几天，甚至吃饭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。乐乐，你别害怕，姑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谢雨乐，这是维安给他取的新名字，他只希望这个孩子往后快快乐乐就好。安抚好雨乐的情绪后，我和维安就着手复仇的事。其实想要报复陈佳宇很简单，毕竟他什么都没有，没钱没权没靠山，还有一个带不动的原生家庭。我们一边委托人找出7年前火宅陈佳宇害死谢怀安的蛛丝马迹，一边展开自己的行动。我不过找人略微挑拨，将陈佳宇先前设计威胁我拿钱出国的事告诉他们，顺便让他们知道陈佳宇现在住的地方。2位老人就闹上了门，还带上了一大堆邻居，不但当着许多人的面打了陈佳宇一顿，而且将他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搬走了。陈父甚至借了贷款，收钱的人找上门，他悠闲地坐在门口，让人进去找自己女儿拿。陈佳宇拿不出钱，自然要用别的方式还。本以为这样可以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能捣乱，可我没想到，不过3天时间，他摇身一变成了医院的主任，直接代替了维安的位置。带母亲去医院复查时，他是主治医生。阿姨，好久不见啊！他坐在桌后，笑意盈盈，母亲却差点气得晕厥过去。阿泽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了。以后还是我来为阿姨治病。不过我如果见不到自己的孩子，治病时容易走神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维安冷着脸扫落他桌上所有的东西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觉得自己算得上医生，算得上母亲？我看你就是败类。陈佳宇神色不变，依旧笑着，歪着头朝我们身后打了个招呼。院长，你们医院的主任脾气不小啊，手废了，工作没了，还敢这么狂呢？院长冷着脸，将手搭在维安肩上。小安啊，你这是对前辈的态度吗？你这样难成大器啊，以后恐怕没医院敢要你了。我冷哼一声，上前拨开他的手。秦院长，就凭你对小辈的态度，恐怕当不了多久的院长啊。母亲也站起身。儿子啊，我们公司以后就别为这种医院捐钱捐机器了，不值得。还有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他给我治病的。
甩完狠话，两人一左一右拉着我，气势汹汹的就走了。结果一到家里就垂头丧气，他怎么能一下子当上主任呢？母亲皱着眉喃喃自语。我拿出手机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刚刚找人调查的，陈佳宇入职是院长一手安排的。入职之前，两人常常一起在医院走后门，那可是一查一个遭殃。两个女人的眼睛一瞬间就亮起来，朝我比了个大拇指。泽呀，妈就算要死了，也不会去他那里治病的，这会让我比死了还难受。这次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，不然他还继续作妖，一直打乐乐的主意。我们三人的目光齐齐落在不远处拼图的孩子身上。为了快点解决陈佳宇带来的麻烦，我第二天一早就出门找人处理了。可没想到，我这边刚好商量好，家里却出事了。等我急急忙忙赶去警察局时，维安正在安慰母亲。一见到我，他立马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了，上面的字迹整整齐齐，稍显稚嫩。姑姑、姑父、奶奶，我知道我给你们带来了很多麻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我要自己去解决问题。我眼眶有些酸涩，明明才8岁的小孩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警察已经去找陈佳宇了，马上就会有消息。我握住维安的手，安安，你别害怕，值得开心的是，不过10多分钟就有乐乐的下落了。我让母亲在警察局等着，自己和维安急匆匆赶了过去。不过才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原本被我们养得白白嫩嫩的小孩却满身伤痕。他被警察抱在怀里，低着头，不敢面对我们。姑姑、姑父，对不起。维安红着眼接过他，喜极而泣。傻孩子，下次别这样了。姑姑不怕你给我带来麻烦，只怕失去你。你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。我也上前摸摸他的手，以示安慰。乐乐，你跟你的爸爸一样勇敢，知道保护身边的人。等你长大就保护我和姑姑好不好？几句话一安慰，小孩立马抽泣起来，紧紧地抱住我们。几个男人被压着从房间里出来。本来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乐乐为什么会跟他们砸同一个房间，可看到他们猥琐的笑，我背脊一凉，怒火一瞬间充斥着全身。我紧握拳头，恨不得冲上去给那几个男人打倒在地。姚先生，我们找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正被绑在房间里。这几个男人光着身子，拿着一些用品。幸好我们来得及时，孩子还没受到实质性的伤害。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。还有，我们调查的结果是，孩子的母亲和那几个人做了交易，用孩子换钱。警察虽然说的含糊，但其中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。怪不得，陈佳宇明明这么不喜欢乐乐，上次在警察局却对我们拿走抚养权那么愤怒，甚至还想方设法进医院，想用母亲的病威胁我们。原来是想拿乐乐做这种肮脏的交易。维安满身怒气，冲上去想打陈佳宇，被周围的警察拦了下来。如果乐乐有事，我就算死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上前将他抱在怀里。安安，我们调查的事都有结果了，他不会好过的。他就算能出监狱，我也不会让他在外面好过的。找到陈佳宇时，他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登机，目的地在国外。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瞪大双眼，不停往后退，拔腿就往机场里面跑。殊不知那里早已有警察等待着他。为什么？你们是我的克星吗？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只不过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而已呀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咒你们不得好死！陈佳宇不停挣扎，死死瞪着我们，庞佛要永远记住我们，咒我们一辈子。
维安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：“你错做什么了？就凭你对救你的谢怀安见死不救，就凭你虐待乐乐，就凭你一直欺骗阿泽，陈佳宇，落到这副田地，你罪有应得。”听到这话，陈佳宇不再挣扎，神色颓败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们没证据。我已经把证据都交到警察手里了，包括你走后门进医院的事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这辈子完了。有了证据，这些事情很快就定案了。”陈佳宇被判了无期。我和维安在3个月后互表心意，很快走完流程，订婚、结婚、领证。乐乐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他开始变得活泼开朗，不再小心翼翼。母亲的身体暂时也很健康，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。我们一家人会永远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